運輸乘坐的遊輪到了菲律賓的首都馬尼拉。很多人來馬尼拉旅遊看到的是藍天大海和400年西班牙古城，但你可能不知道，僅僅在80多年前，這裡曾埋葬過10萬無辜平民的冤魂。而就在2024年，隨着轟動亞洲的中國人郭華平偽造菲律賓身份成為理事長後落網，他在馬尼拉班班市之稱的龐大地下電詐帝國與非法國采園被一網打盡。所以今天大家就跟隨玩出的鏡頭，走走看看馬尼拉這座最魔幻、最暗黑的城市的前世今生。從西班牙殖民時期的風雲變幻，到第2次世界大戰炮火的起劫，再到現在暗流湧動的地下產業，這座城市絕對是記錄了東西方文明最劇烈的交匯和碰撞。第一站，古王城。在西班牙人來到之前，這裡原是當地信奉伊斯蘭教的蘇萊曼要塞部落，名為梅尼拉，意為生長着白紅樹的地方。1571年，西班牙征服者擊敗蘇萊曼，正式宣布馬尼拉為西班牙東印度群島的首都。為了抵禦海盜，西班牙殖民當局開始在巴士河南岸用火山磷灰岩和石灰石修築起高聳的城牆，打造了一座新型防禦要塞。城牆的厚度達數米，四周建了7座城門，多座靈堡與加農炮台。城外曾環繞着寬闊的護城河。城內建築為了應對菲律賓頻繁的地震和颱風，普遍採用低矮、牆體極厚、基座堅固的結構。西班牙的征服者將馬尼拉變成了連接亞洲與美洲的太平洋大帆船貿易的樞紐。當年，裝載着中國絲綢、瓷器、茶葉的大帆船從這裡出發，再換取大量的白雲運回馬尼拉。第二站，聖地亞哥古堡。聖地亞哥古堡就在古王城的西北角。古堡主門是馬尼拉最著名的建築標誌之一，門樓頂部雕刻着西班牙國徽，以及聖雅各騎着戰馬踏平敵人的精美的石刻浮雕，扼守着巴士河入海口的咽喉要道。它是整個古王城防禦體系中等級最高的軍事據點。古堡最初由木樁和泥土構築，後由西班牙總督聖地亞哥·德貝拉重建為堅固石堡。在近400年的歷史中，這裡既是西班牙總督的軍事指揮所，也是大英帝國短暫佔領馬尼拉時的軍駐境，更是日軍2戰時期的噩夢拷問所。古堡緊鄰巴士河，建造了極為陰暗潮濕的地底水牢。當潮水上漲時，江水會自動灌入水牢。歷史上無數政治犯在此溺斃或折磨致死。菲律賓的國父、革命家與文人黎薩是古堡歷史上最有名的囚徒。1896年，因被控策劃針對西班牙殖民政府的革命，黎薩被囚禁於此。在臨刑前的深夜，黎薩在狹小的浴室裡寫下了傳世愛國絕命詩《我最後的告別》，並將其悄藏在一盞酒精油燈內，偷偷交給來探監的妹妹。今天，古堡內用黃銅腳印在地面刻畫出黎薩從浴室走向現今黎薩公園刑場的最後路線，每一個腳印都重若千鈞，似乎訴說着菲律賓民族意識覺醒的悲壯歷史。3站，馬尼拉大教堂。馬尼拉大教堂是天主教馬尼拉總教區的主教座堂。這座大教堂的歷史堪稱一部與自然災害和戰爭抗爭的毀滅與重生史。自1581年首次建成以來，它先後因火災、強震，如1645年、1863年的大地震，
以及二戰炮火毀滅並重建了整整8次，稱為8次涅槃。現在我們看到的是1954年至1958年間重建的第8代教堂。現在的第8代大教堂採用了新羅馬式架構，它的正立面由巨大的圓拱門、精美的玫瑰花窗和多尊聖人雕像構成，氣勢恢宏。教堂正門由2扇巨大的青銅門組成，上面用佛雕展現了大教堂幾經摧毀與重建的歷史苦難。教堂內部擁有精美的彩繪玻璃窗，記錄着天主教傳入菲律賓的重大歷史時刻。教堂內還擁有着東南亞最大的管風琴之一，據說擁有4000多根音管。這裡還有一個仿制梵蒂岡彼得大教堂中的聖殤的石雕。教宗若望保羅2世曾訪問菲律賓，並在馬尼拉大教堂主持彌撒，同年將其升格為1級宗座聖殿。在菲律賓這個天主教人口佔絕大多數的國家，馬尼拉的大教堂不僅是國家宗教信仰中心，也是歷任總主教發聲影響菲律賓政治與人民力量的舞台。第4站，奧古斯丁大教堂。奧古斯丁大教堂是菲律賓現存最古老的石造教堂，與8毀8建的馬尼拉大教堂不同，奧古斯丁大教堂堪稱神蹟般的幸存者。在過去400年中，它歷經了數十次足以夷平城市的強震、數次火山爆發，以及1945年2戰的地毯式轟炸。當時古王城90%以上的建築仍為廢墟，唯獨奧古斯丁大教堂奇蹟般的挺了過來。它的建築師採用了極為特殊的對稱橢圓形石砌地基，使其在地震發生時能夠像船只一樣吸震並微幅擺動。教堂內部天花板與牆壁上的立體雕花和拱頂是由19世紀意大利藝術家繪制的2維畫作。它利用光影錯覺，平面的畫作呈現出無比震撼的立體浮雕效果。緊鄰教堂的修道院被改建為博物館，收藏有大量殖民時期的宗教藝術品、象牙雕像、巨型管風琴樂譜以及象牙手稿。第5站，大屠殺紀念碑。1945年2月，美軍與菲律賓游擊隊對日軍佔領的馬尼拉發起了收復戰役。當時，日軍山下奉文大將原已下令撤出馬尼拉，然而海軍陸戰隊少將岩原三次違抗軍令，率領約2萬名海軍陸戰隊組成的馬尼拉防衛隊，決心以古王城堅固的石造建築死守馬尼拉。在長達1個月的巷戰中，陷入絕望與瘋狂的日軍對馬尼拉平民展開了無差別的屠殺、強姦和焚燒，約有10萬名馬尼拉平民慘遭殺害。當時馬尼拉人口僅約80萬。從此，馬尼拉從東方之珠瞬間淪為與華沙、廣島並列的2戰破壞最嚴重的城市之一。敗局已定死，岩原三次在古王城地堡切腹自盡，而日軍駐菲最高司令官山下豐文大將在戰後的馬尼拉軍事法庭上被處以絞刑，即著名的山下豐文審判，確定了軍事指揮官須對下屬戰犯行為承擔責任的國際法準則。在古王城的維多利亞街角，立有一座馬尼拉1945紀念碑，雕塑呈現了一位抱着已死孩子的母親和周圍哀嚎的受害者，銘記着這座城市歷史中最黑暗、最沉痛的一頁。第6站，電柵園區和賭場。進入21世紀後，馬尼拉的城市版圖從歷史悠久的古王城向帕塞市、帕納尼亞克市等沿海填海區和現代商務區劇烈擴張。2016年，杜特爾特總統上台後，菲律賓博彩娛樂公司正式合法化，並推出了離岸博彩運營商牌照，簡稱 POGO。
這一政策本意在於向海外客戶提供線上博彩服務，卻迅速變質，成為了網絡賭博為掩護，面向中國及東南亞市場的電信詐騙和資金盤洗錢的溫床。與古王城的火山石城牆不同，電詐園區形成了另外一種現代的鋼鐵與玻璃圍城。在馬尼拉灣附近的頂級豪華賭場綜合體周邊的寫字樓和某些封閉園區內，往往外圍設有1人多高的圍牆、鐵絲網，門口有持槍警衛24小時巡邏，內部安裝密集攝像頭，形成了一個個獨立於當地社會之外的國中之國。在 POGO 的2018-2022年的巔峰時期，據估計有數萬至幾十萬外籍人員，主要為中國籍，湧入這個馬尼拉。馬尼拉一度頻繁爆發針對底層電詐人員、賭客和網絡賭博高管的綁架、勒索、非法拘禁乃至謀殺案。2024年，菲律賓丹路省班班市的一處大型 POGO 園區被突擊查抄，揭發出涉及人口販運、電詐及洗錢的龐大網絡。2024年6月，菲律賓國家調查局將 Alice 郭的指紋與國家檔案中2003年入境的中國公民郭華平的指紋進行了比對，結果完全吻合，證實兩人為同一人。身份偽造徹底暴露後，郭華平於2024年7月潛逃出境，隨後在印尼被抓獲並遣返菲律賓。隨後，菲律賓法院以人口販運等罪名判處郭華平終身監禁。這一醜聞震驚了菲律賓全國。2024年7月，菲律賓總統小費迪南德·馬克思在發表國情咨文時，正式宣布全面禁止並勒令限期關停菲律賓境內所有的 POGO 離岸博彩與電詐園區。這個持續數年、充滿慾望與罪惡的暗黑時代，終於迎來了歷史的拐點。畫面中的這個賭場，據說是馬尼拉最大的賭場。從古王城堅固的石牆到聖地亞哥古堡的水牢，從馬尼拉大教堂與奧古斯丁大教堂的鐘聲，到1945年大屠殺的血淚，再到現在馬尼拉港灣霓虹燈閃爍的賭場與電詐園區的起伏，馬尼拉的歷史是一部充滿了征服、信仰、苦難、慾望與涅槃的長卷。這座城市古老與現代交織，神聖與罪惡同存，正等待着每一位探訪者去讀懂它的深厚底蘊。